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呀，我是丽姐，超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哈，感谢家人们的订阅。要是这故事精彩，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哟。咱今儿要说的这个故事啊，真给我这当红娘的整无语住了，忍不住想翻白眼。做红娘这么多年，啥人没见过呀？但今儿要说的这位小姐姐，那可真是让我印象特深刻了。那是去年夏天的事儿。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资料呢，突然电话就响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个温柔的女声：“请问是丽姐吗？我想跟您聊聊相亲的事儿。”我就习惯性地问了问她的基本情况。这位姑娘叫小林，今年32岁，在外企当高管，月收入3万往上呢。我一听，嘿，这条件不错呀，就跟她约好第二天下午见面详谈。第二天，小林准时到了我的婚介所，第一印象还挺好。身高大概168，穿着时尚，妆也化得精致，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的都市丽人。但接下来的对话可真是让我惊掉下巴。小林一上来就说：“丽姐，我感觉现在相亲市场上正常优质的男生太少了。”我笑了笑问：“那你说说啥样的男生才算正常优质呀？”嘿，没想到我这一问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。小林开始掰着手指头数。首先呢，身高起码得175以上，这都算低的了，最好180往上。其次必须得有房，还得是广州全款房，我可不想背房贷。再来，年收入的比我高，至少年薪50万以上吧。学历得是全日制重点大学本科以上。我听他巴拉巴拉说这些要求，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。结果还没完，他接着说，最重要的是得有情商，会哄人，懂浪漫，生活情趣的高，可不能是那种死板的理工男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。对了，家庭背景也得好，父母最好都是知识分子。我忍不住打断他：“小林啊，你说的这些条件，单看每一个都不算太苛刻，可你把他们都堆一块儿，这概率有啥问题吗？”小林有点傲慢地说：“我觉得就我这条件，提这些要求挺正常的呀。我自己也是名校毕业，事业有成，长得也不丑，找个门当户对的不过分吧？”我看着他那理所当然的样儿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在婚恋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像小林这样的情况我见多了。我就打算跟他实话实说：“小林，我理解你的想法。”但是就在这时候，我的办公室门唰的一下被推开了。门开了，走进来的是我的另一位客户小周。小周是搞 IT 的工程师，身高178，年薪40万，有房有车，不过房子还在还贷款。这人平时性格温和，说话也直，他今儿是来退款的。小周说：“丽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把剩下的红娘服务费用退了。”我感觉自己可能不太适合相亲。我正想问为啥呢，旁边的小林突然插嘴：“你是来相亲的呀？不介意我问问你条件吧？”小周愣了一下，还是很有礼貌的点点头：“我是做程序员的，今年33岁，话还没说完呢。”小林就皱起眉头：“程序员啊，那工作不得老忙了，生活肯定特单调。”小周笑了笑：“确实挺忙，但我会安排好时间。平时我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喜欢摄影、徒步啥的。那你在广州有房吗？”小林又问：“有，不过还在还月供呢。”“哦，那就是没全款房呗。”小林语气里明显透着不屑：“现在的年轻人没全款房真不太靠谱啊。万一哪天失业了，房贷咋整？”我看小周脸色变了，但他还是很有礼貌。房贷其实是一种合理的财务规划，我收入完全能负担得起，而且那你年收入有50万以上吗？小林又打断他：“40万左右，这么低啊？”小林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。就现在这经济形势，40万真不算啥。而且 IT 行业这么不稳定，说不定哪天就被裁员了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刚要开口，小周先说话了，他语气挺平静，但每句话都挺有力量。“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是在相亲，还是在做企业并购尽职调查呢？”小林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一下子愣住了。小周接着说：“我觉得找对象是两个人相互了解、相互欣赏的过程。但从你问的这些，感觉你更像是在找一个符合你投资标准的项目。”我只是，小林有点语塞。我确实没全款房，
因为我觉得把钱都砸在房子上不太明智。我是程序员，但这职业创造的价值可不比其他职业低。我收入确实不到50万，但我对自己专业能力有信心，也一直在提升自己。小周说着，转头看向我，丽姐，今天能碰到这位小姐，我还得感谢您，让我更明白在择偶这件事上可不能太功利。与其找个只看重物质条件的人，不如找个能真正理解支持我的人。看着小周离开的背影，办公室一下子安静了。我看向小林，她脸色不太好看，但眼神里好像又有点困惑。小林啊，我给她倒了杯茶，语重心长地说，你知道为啥我能做这么多年红娘不？因为我见过太多真正幸福的婚姻，也见过太多错过好缘分的遗憾。小林低着头摆弄着手里的茶杯，好像在想啥。刚才那小周在我客户里真算优秀的了。他虽然是程序员，但人特上进，去年还自学了人工智能，现在在公司负责一个重要项目呢。他房子虽说在还贷，但能在广州买房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三观正，对感情专一，对生活也有追求。可是丽姐，小林抬起头，现在这社会不考虑物质条件能行吗？我身边那些闺蜜哪个嫁的不是条件好的？我忍不住笑了。那你问问他们现在过得幸福不？小林一下子愣住了。上个月我碰到一位老客户，当年他跟你一样各种挑条件，最后嫁给了一个年收入100万的金融才俊，在天河区有2套房。你猜咋着？去年离婚了。那男的天天加班，周末要不就应酬，要不就打高尔夫，对他爱答不理的。他现在说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太看重物质条件，没好好考虑俩人合不合适。我接着说，再给你讲个例子。我之前介绍过一对，女方是银行经理，男方是中学老师。按你的标准，这男的条件差远了，但你知道吗？他们是我介绍过最幸福的一对。那男老师特顾家，下班就往家跑，周末带着老婆孩子到处玩，过节还自己动手做蛋糕。他们朋友圈老发秀恩爱的照片，真让人羡慕死了。但是小林还想说啥？我知道你想说啥，我打断他。你觉得就你这条件，找个条件好的理所当然。但婚姻可不是算计，也不是做交易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你看不上的男人，可能也觉得你要求太高、太物质了呢？小林脸一下子红了。你瞧瞧刚才小周说的多在理。找对象是2个人的事儿，可不是做投资。感情得用心经营，不能用钱衡量。我叹了口气，这些年我见过太多像你这样的姑娘，事业有成，条件优秀，就因为标准定得太高，错过了好多真正合适的人。等真遇到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的，人家要不就成家了，要不就看不上你这种太看重物质的。说到这儿，我瞅见小林眼圈有点红了。其实啊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你找了个多优秀的人，而是你们能不能相互理解、包容、支持。你列的那些条件，说到底都是表面的，情商高、会浪漫，这些都能慢慢培养。但价值观合不合，三观一不一致，这才是维持一段感情的根本。我看着小林，接着说，再说了，你觉得那些各方面条件都特好的男人，能在相亲市场上晃悠吗？能在相亲市场上晃悠吗？我这话就像一锤子敲在了小林心上。我看他表情明显变了。是啊，小林小声嘀咕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那些真正条件好的，早被人抢着介绍走了，哪还会在相亲市场上一直找？这下明白了吧？我笑着说，所以啊，找对象不能光看条件，还得看人品，看三观合不合。你自己在职场打拼这么多年，还不明白一个人的成功都是慢慢积累的吗？小林若有所思，确实，我现在这位置也是一步一步熬上来的。刚工作那会，工资也就几千块。对啊，我顺着他的话说，你看，你能理解自己职业发展是个过程，咋在找对象上就非得找个现成的呢？说句不好听的，那些你觉得各方面条件完美的男人，人家凭啥要找个这么看重物质的女人呀？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重，但我觉得有必要。果然，小林眼泪刷的就下来了。丽姐，她擦了擦眼泪，我其实也不是真那么势利。这些年身边闺蜜一个个都嫁得挺好，父母又老催，我就特焦虑，就怕找个条件不好的，
以后后悔，我拍拍他的手，我理解你的压力。但婚姻幸不幸福，可不是用房子多少、银行卡里有多少钱来衡量的。你要找的是能跟你志同道合、相互扶持的人生伴侣，可不是一个达标的投资项目。这时候我手机响了一下，是小周发的消息：丽姐，谢谢您今天的安排。虽然有点不愉快，但让我更清楚自己想要啥了。我觉得，与其找个只看重外在条件的人，不如找个能懂我、支持我的伴侣。房子可以慢慢换大，钱可以慢慢赚，但三观不合的婚姻，日子只会越来越难熬。我把这条消息给小林看，他看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儿。丽姐，最后他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坚定。我想我明白了，我之前的要求确实有点不切实际。其实找对象更重要的是看这人的潜力，看他的为人，看我们合不合适。我欣慰地笑了，明白就好。那要不我再给你介绍几个条件合适的？好啊，小林破涕为笑。不过这次我想先看看他们性格和三观咋样，其他条件先放放，这就对喽。我高兴地说，找对象得用心看人，别拿着放大镜挑刺儿。你放心，丽姐肯定给你找个真心对你好、三观又合的好男人。后来呀，小林真的改变了不少。他不再把物质条件放第一位，而是更看重对方的人品和三观。3个月后，她遇到了现在的老公，一个比她小2岁的创业者。虽说当时创业阶段条件不太好，但人特别踏实上进，对她也特别好。现在他们结婚都1年多了，小林老公的公司也走上正轨了，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甜蜜。每次见到我，小林都说，丽姐，真得好好谢谢你当时给我上的那一课，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在相亲市场上挑3拣4呢。所以说呀，家人们，相亲找对象可千万别把物质条件看得太重。真正的幸福是2个人相互理解、相互扶持，一起成长，这才是婚姻的真谛呀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要是家人们觉得有用，记得点赞关注，也可以给丽姐打赏点茶钱哟。下次我再给大家讲新故事。